各位，关于乌克兰、关于欧洲以及俄罗斯，现在越来越精彩了，每天都有新的状况。现在，特朗普公开称，乌克兰现任总统是一位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这样的言论不仅让泽连斯基很愤怒，也让欧洲感到哗然。咱们作为吃瓜群众，觉得这样的民主大戏真是太精彩了，就像看一出狗咬狗的表演，哈哈哈。好，现在咱们来看看德国中间偏右的媒体《世界报》的报道。特朗普称泽连斯基为未经选举的独裁者，斯坦默站在基辅一边。特朗普称泽连斯基为独裁者，并再次指责是乌克兰而非俄罗斯发动了战争，矛盾随即产生。英国首相斯坦默宣称，英国在战争期间也终止了选举。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指责达到了新的高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网络真理社交上称乌克兰总统为未经选举的独裁者，并建议他尽快行动，否则他的国家将不复存在。特朗普写道，泽连斯基是一个谦虚的喜剧演员，他成功说服美国花费3500亿美元在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中参战。本周二，特朗普已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责任实际归咎于泽连斯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戈庄园说，你们根本就不应该挑起这场战争。美国总统在周三的文章中抱怨说，美国比欧洲多花了2000亿美元。他指责美国前任总统乔拜登没有坚持平等原则。这场战争对欧洲比对我们重要得多，我们有一个美丽的大洋分割。特朗普写道。他指责泽连斯基因为在民调中表现不佳，拒绝举行大选。泽连斯基的任期于2024年5月正式结束，但由于乌克兰实行戒严，目前无法举行大选。发布消息几小时后，联合国宣布泽连斯基为乌克兰合法国家元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亚尔里克在纽约说，泽连斯基总统是在正式选举后就职的。英国首相斯坦默也支持泽连斯基。在战争时期，暂停选举是完全适当的。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这样做。特朗普在讲话中还称赞了自己。总统说，唯一有能力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战争的人就是特朗普政府。拜登从未尝试过，欧洲未能实现和平。泽连斯基可能想让火车继续开下去。在英文原文中，特朗普写的是 gravy train， 意为轻松赚钱的职位。他还指责泽连斯基说，美国支付的钱有一半打了水漂。乌克兰认为特朗普是俄罗斯虚假信息的受害者。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立即在 X 回应了这一指责。他说，没有人能迫使他的国家放弃。他写道，我们将捍卫我们的生存权。在晚上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没有详细谈及独裁者的说法，但强调这是一场我们乌克兰人从一开始就希望结束的战争。乌克兰希望与美国开展建设性合作，并将于周四会见美国特使基斯凯洛格。在马阿拉戈发表讲话后，泽连斯基宣称特朗普是俄罗斯虚假信息的受害者，指责乌克兰挑起了战争。克里姆林宫质疑泽连斯基的合法性。泽连斯基说，我认为美国帮助普京摆脱了多年的孤立状态，这一切都不会对乌克兰产生任何积极影响。他曾批评自己没有参与在利雅得举行的乌克兰问题会谈。特朗普的前副总统麦克彭斯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乌克兰没有挑起这场战争，俄罗斯发动了无端的野蛮入侵，夺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彭斯在 X 上写道。舒尔茨说，独裁者言论错误而且危险。美国政府周三也在柏林受到了批评。德国总理舒尔茨批评了独裁者的说法。民进周刊在一份预先报道中援引德国总理的话说，否认泽连斯基总统的民主合法性是错误和危险的。泽连斯基是乌克兰民选国家元首，在战争期间不能举行适当的选举，这符合乌克兰宪法和选举法，任何人都不应提出异议。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称这一指控完全荒谬，并在德国电视2台节目中说，如果你不只是在推特上迅速转发，而是看到真实的世界，那么你就会知道欧洲有哪些人不幸不得不生活在独裁统治的条件下，那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人民。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称，特朗普的发言令人震惊。他在 X 上写道：“这是对现实无与伦比的歪曲，极其危险。”独裁者普京确实入侵了乌克兰的民主。他在 X 上写道：“1周前，特朗普与普京通了电话，并提出了通过和平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前景。”好的，朋友们，刚才是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家德国中间偏右的媒体网友的评论哦。大家注意是中间偏右，所以咱们猜大多数这些网友的评论应该是倾向于特朗普这边的，咱们看看对不对？第一条评论：我们都可以庆幸特朗普正在重振外交，死亡很快就会停止，绝不能让泽连斯基阻挡这一进程。舒尔茨和欧盟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他们就只能袖手旁观了。我希望看到有能力的政治家回归，他们也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代表意识形态或用防火墙阻挠自己。下一则：结束乌克兰超级危险的战争，恢复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民主言论自由，那么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对人类来说就已经值得了。继续往下，特朗普大嘴巴，他只会喊口号，仅此而已，他是他的国家的耻辱。再往下看，乌克兰一直是大国的棋子，2025年再次出现这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归根结底，这与自由、自卫和人民无关。不幸的是，这从来都不是问题所在。如果俄罗斯人真的吞并乌东并据为己有，欧盟就会突然不再愿意接纳乌克兰其他地区。我可以打赌，泽连斯基的错误在于他对西方的信任，以为可以获得西方的无限支持，因此他确实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战争。下一则，特朗普称泽连斯基为未经选举的独裁者。美国总统的这一评价一针见血，正是为了这个没有选举的独裁者，这个德国不可告人的红绿灯政府提供了数十亿欧元的巨额资金，这些钱本可以合理的投资于德国至关重要的领域。继续往下，特朗普又一次100%说对了。再往下，据我所知，美国总统责备泽连斯基先生没有执行2022年3月就已经准备好的和平计划，而当时的和平计划可能只会让乌克兰失去克里米亚以及不加入北约的让步。当时泽连斯基先生根据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其他西方政治巨头的建议，拒绝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有利的提议。再往下，人们终于开始坦率地谈论了。自从独立广场事件以来，俄罗斯的乌克兰人的权利就受到了限制。这位演员是舞台上最著名的木偶，特朗普和普京早就该结束这场闹剧了。下一则，如果没有美国的数十亿美元援助，独立广场骚乱几乎不可能发生，这就是一切的开始。继续往下看，我认为特朗普是一位通过腐败选举产生的总统，他通过腐败手段建立了自己的选举和生活。这是什么意思？他现在对泽连斯基的行为如此愚蠢。特朗普是一个没有灵魂、邪恶的人，我无法用其他方式来形容他。再往下看，普京和特朗普的残暴恶意和堕落简直令人震惊啊！下一则，2014年、2015年签署明斯克协议后，乌克兰有多年时间与乌东地区的俄罗斯族人就自治问题进行谈判，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波罗申科和泽连斯基有其他计划，他们的欧洲同事也是如此。所以说，特朗普完全正确。继续往下，当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人民认识到这场恐怖的战争是多么没有必要，以及谁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受益者，谁又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受害者时，乌克兰现任政治领导人将不得不到国外寻求救赎。下一则，当美国竭尽全力结束欧洲自1945年以来最血腥的战争时，欧洲却火上浇油。布鲁塞尔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巨额武器供应60亿欧元，有可能高达7000亿。显然，冯德莱恩之流正试图用金钱来恢复他们失去的声誉。欧盟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软弱了，毫无意义，
可怕、愚蠢。我想不出任何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这一点。整个布鲁塞尔那些欧盟政客都必须滚蛋，让我们革新欧盟。再往下，近日乌克兰庆祝活动上，德国公共媒体再次播放了多面红黑相间的旗帜。许多历史学家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OUN 归类为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组织。该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会。因此，7000亿欧元的纳税人的钱都流向了这个腐败的国家。如今，没有人知道这1000亿去了哪里。欧盟希望推动其走向最终胜利。所有诚实的欧洲公民都应该制止这种行为。下一则，乌克兰是一个相当腐败的国家，排名第104位，落后于冈比亚和赞比亚。乌克兰很可能在拜登政府的知情下炸毁了我们的北溪管道。早在2022年2月24日，谁将赢得这场战争就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俄罗斯。欧洲从来不愿意了解这些痛苦的现实，并幼稚地梦想着乌克兰的胜利。特朗普终于接受现实，他是对的，有恐怖的结局比没有结局的恐怖要好。再往下，这位伟大的生意人特朗普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共产党人普京欺骗了。习近平的做法也不会不同。好，朋友们，前面我们看了德国中间偏右的媒体《世界报》的报道以及网友评论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中间偏左的《时代报》网友对特朗普称泽连斯基是位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咱们看看这些网友有什么样的评论。第一条评论：特朗普的言论完全令人无法接受。泽连斯基现在可能拥有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他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而且做得很好。现在对他本人进行诋毁是令人厌恶的，而且显示出他真正恶劣的品格。呸！下一则，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个什么货色，他在全球活跃的极右翼宗教，也就是特朗普德国选择的普京，正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否则我们的自由将会结束。继续往下，真是越来越荒唐了。如果特朗普还有胆量，他会公开承认自己背叛了乌克兰和西方联盟，因为他发现与俄罗斯打交道更刺激，越是年老越是难以预料。再往下，这是财大气粗大亨的典型策略。特朗普越快达成他期待已久的协议，对他来说就越有利可图。他想利用乌克兰作为原材料来源，就像格陵兰和其他地区国家一样。如果他现在施加特别大的压力，他相信他会更快实现目标。当对方处于弱势但又不想屈服时，这种方法很有效。然后小唐尼，也就是特朗普，就有点不耐烦了。你不应该给这个人留任何余地。原则上，现在必须对美国采取与对普京相同的策略，以其引发内部抗议。这种情况在美国发生的可能性比在俄罗斯更大。下一则，民主抵抗在哪里？欧洲如今处于孤立状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我们的安全进行投资。下一则，独裁者称其他政府首脑为独裁者。继续往下，我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关于美国的事情要说。难道就没有共和党的声音能够稍微遏制一下这个人了吗？他正在摧毁前几代人所建立的一切。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机遇。尽管我们必须面对痛苦的事实，没有防御能力就没有和平与自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一直非常便宜而且方便。在这里，我们真正感到安全，但事实上却并不安全。未来几年将会很艰难。再往下，特朗普很快就会说泽连斯基是纳粹，然后用武器支持普京。下一则，欧洲正遭受攻击，不仅仅是通过俄罗斯的混合战争，现在也通过唐纳德·特朗普。继续往下，你会看到美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以达到双方想要的和平。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迅速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当然不包括匈牙利，但是包括加拿大，并对乌克兰和格陵兰进行军事保卫。德国知识点评：
这是典型的低智商德国键盘侠思维，只知道喊口号。你们都知道，但是这位德国人不知道，德国连自保都没有能力，还想保卫乌克兰以及格陵兰。下一则，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联系已经断裂。鉴于特朗普的这一说法，可以预料美国将彻底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与俄罗斯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停火协议，根本不顾及乌克兰和欧洲的需求。相当惨烈啊！欧洲必须立即迅速采取相应措施。再往下，我们现在都可以非常愤怒并拼命寻找解释，但这不会有任何结果。最后只有一件事情摆在我们面前，欧洲必须迅速对乌克兰采取强有力的共同路线，摆脱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依赖。欧洲面临的风险比几十年前更大。下一则，坚持下去吧，唐纳德，这只会对欧洲有好处。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将在欧洲找到他们的新家，而美国只剩下一些牙齿状况可疑的乡巴佬，欧盟将成为新的硅谷。好，看最后一条评论。我认为欧洲4亿多人不应该害怕俄罗斯，武装起来是当务之急，继续支持乌克兰。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后代展现怎样的形象？好，各位，刚才我们看了德国中间偏左媒体的一些网友评论，可以发现这些人一般都不喜欢特朗普，仇视俄罗斯，以及想继续支持乌克兰。对这些人来说，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而我们回忆之前我们看到德国中间偏右媒体以及那些网友的评论，可以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支持特朗普，反对乌克兰的，与刚才我们看到的中间偏左的媒体以及他们的网友世界观完全相反。这是不是很有趣？这就是德国或者说西方他们这种选举制的制度下造成的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撕裂，而这种撕裂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这就是目前德国以及西方的现实。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你们对特朗普称泽连斯基是一位未经选举的独裁者有什么看法？请在下面评论。好，我们下期见。